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波提，今天要來介紹的是高暗影島。基本上覺得暗影島在這個版本已經算是王朝了。它這個版本的改動非常巨大，而且是雙重的加強，就是已經是連續2個版本的增強。上個版本是增強克里嘛，這個版本增強了瑟雷西，還有解鎖約瑞科的一個速度，就是你只需要給維爾哥一件裝備，你就能夠解出來了。增加了角色的一個使用率。我目前在日服、外服還有台服的天梯看過白龍打，很穩定，能夠打進前4名，更容易能夠打到前2。世界的話還是看狀況了。那他目前不管是在托爾斯還是 Meta TFT 的勝率都是非常可觀的。可以看到 Meta TFT 呢，把它放在了 S 級的陣容，前4率 56.6%，吃雞率 11.8%。你不管是要去玩賭狗的還是玩營運的都是沒有問題的哦。甚至呢，如果你今天是有陨落王者的話，那你的吃雞率會再更高，能夠來到13.8%。好，那重點講一下為什麼16.3暗影島會變得這麼強。除了瑟雷西加強之外，然後解鎖條件的改動，以及夜色也增強了，這件裝備呢可以說是維爾哥的必備神裝。它現在觸發的時候呢，直接多給你回復30%的已損失生命值。接着還有布朗姆，因為你後期的話呢是有機會先用這個去墊，把它當做你一個4階段的支點。那這邊呢給大家看一下高暗影島的陣容圖，搜索英雄有維爾哥、約瑞科、關克里、瑟雷西、洛里斯、瑟拉芬以及鏡爪，還有草人。那暗影島的體系其實我們從以前就有介紹過，不管是營運的暗影95，還是說賭維爾哥的體系，都是可以玩的。不過介紹的歷史已經有點悠久了，而且現在的強度呢，可以說是大幅度的增加。所以基本上你看到陨落王者，或者說你開局有一個2星的維爾哥，都蠻能夠當做你打節奏的一個保險連射方向。出裝部分，維爾哥可以去出正義、嗜血泰坦、科槍、巨殺、夜色等等的一切鬥士類型的裝備。由於它是物法雙修，所以我們會比較偏向去出嗜血泰坦，然後加上夜色。神器的話呢，可以去拿死滅御手，就會默認中亞、縮小手套、探索者護腕、醉蓮。那你可以根據你拿到的神器去換掉對應的裝備。但是你今天有死滅或護腕，你就可以換掉吸血類型的裝備。那有中亞就可以換掉夜色。有圣光裝的話，優先選擇光泰坦。接着副星呢會去落在克里的身上。如果說你今天是玩不賭維爾哥的體系，你甚至主 C 就會是克里，那他可以去拿耳語打手、死刃、精進等等的務工裝備。比较需要注意到的點呢，它本身有征服者的羈絆，所以你不用再去額外給他出無盡，而是應該去出耳語或打手這些爆率類型的裝備，數值會比無盡來得更好。接着它本身呢是蠻需要啟動裝備的，最好去給他出個精進或是藍 B。當然有什麼裝就合什麼裝，不用太過的強求。只是你的水滴通常也不好消化，所以通常這個水滴呢都會是落在前排的這個陣份，或者說克里的精進上。這次後期有一個大魔王就是瑟雷西，可以給到嗜血法爆、黑出虛空、死帽等等的一切剩餘魔攻裝備。它算是一個法型的鬥視角，跟塞勒斯會是比較相像的存在。這套最推薦的征服呢就是陨落王者，因為它一開始的時候就直接給你2星的維爾哥，而且你能夠在後期的時候是3C 位的狀態，能夠幫助你更好的去度過前期。而如果說你今天是沒有陨落王者，當然也是可以去玩到這個體系。你前面合的什麼嗜血泰坦之類的裝備，後期都是能夠直接無痛轉給瑟雷西。那我會建議就是合嗜血者王，然後其他你可以去合個什麼打手，或者說紅 B，這樣子你後期呢比較好去轉給克里還有瑟雷西的身上。然後中期呢，甚至還可以用關下去做過渡。這其他的增幅可以去拿神偷軍團，大禮包就差你一個物資箱、電匠、致命豆丁、珠光蓮花、天賜盛典、混沌召喚、打鐵鋪跟量身定做。那如果說你今天是想要去賭狗，蠻推薦22的時候可以去刷巴德。其實蠻多的一費賭陣都是可以選擇在22或者說23的時候去解鎖巴德的，因為這樣子能夠讓你的節奏更為的吃香。而且這套陣容呢，你是需要靈魂去解鎖英雄，這樣你會更好在26前呢去解鎖關這隻角色。接着我們來看一下這套陣容比較好的一個解鎖英雄的節奏是什麼，就是你最好在26前呢去解鎖關，3至6前去解鎖克里，4至6前去解鎖瑟雷西。所以通常剛好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解鎖一隻角色，3階段解鎖關，4階段解鎖克里，5階段獲得瑟雷西。好，那這次內容讓你
也是有提前分享給會員們知道的。如果你想要提前收到這裡的單期資訊，或單純想要支持我的製作，都歡迎用小7元加入會員，就可以收看到完整的內容。另外接則是可以看到完整的影片參考。那最近因為我要去播報，我本身是中部人，所以這2天都會到台北去，等於說會住在外面，所以很多的內容都是提前先分享到會員，然後片師在看體力把它做好。OK， 我們2個現在當然都是處在這個爆肝的尖峰時期，不過我們已經約定好2月真的要小休一下了。OK， 所以現在加入會員還是非常的划算，而且偷偷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們的會員內容呢，尤其是這一季，就是我每個月都是投資了1萬塊以上去找到很多的戰旗高端來分享內容，所以你花75塊等於現賺1萬塊。那這部影片一樣有抽獎活動，只要按讚、留言還有訂閱，就可以參加這一次的抽獎。中獎資訊呢，我會放在 IG 的限動。OK， 進入實戰的部分。這一場呢是昨天下午的一場教學局哦。那他是宗師的玩家，而且這位呢可以說是我幾乎手把手教到他上宗師的，因為他一開始玩的時候呢就只有白金的段位，所以你就知道这個他的上分幅度有多大了。只要肯學習的話，都是有機會成長幅度這麼大了，而且你越低分，你的成長幅度越大。好，所以我們就來看一場這個精英局的實戰。在這一場呢是有遇到知名的實況主，那大家可以猜一下是遇到了誰呢？這個對手非常經典的一個造型。先來看一下我們前期選增幅的一個思路。就基本上什麼營造氣場、整裝備戰這種我都不會拿。然後目光試煉的話，我覺得你得去看外面有沒有人玩蒂瑪西亞跟艾歐尼亞。如果那個艾歐的效果太好，例如說它是加經驗或是掉錢的，我是建議你別拿目光，因為如果有人在玩尤娜拉，他要去過渡的話，尤其是經驗的。因為加經驗的呢，你一定會想要去開到高艾歐，你加的經驗值才會更多嘛。這個時候你的造性很容易被砍，然後就3星不了，就很容易就直接嘎的。所以這個1跟3我也都是會直接推薦篩掉。那接着就只剩下1跟2的選擇。好，這時候就是去外面看一輪，看有沒有人玩暗影島體系，有沒有人用維爾哥下去做過渡。好，所以這邊就請學生去外面看了一輪。那外面呢是只有1加1星的維爾哥，所以這時候就可以直接拿下遠路王者。可以看到這場呢是0張維爾哥的一個開局哦，並且組件的話呢有一個泰坦可以合成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，就是你有沒有至少1件裝備的1件成裝的開局？為什麼？因為你得要換怪，你在前期如果能夠換怪的話，你會越好去疊你的靈魂數量。然後這個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小細節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機制，就它這個靈魂數量呢，其實不是殺1隻怪就掉1個靈魂，這是很少人知道哦。不過這邊有一個很經典的操作漏了，就是呢，因為這個維爾哥的張數真的是太少了，所以我就跟他說，你這個你可以在3等的時候抽一下，就你抽一下的話，你可以去補充這个維爾哥的張數，然後順便把巴德給抽出來。然後你看我們這邊用3等75%刷到1費卡的幾率，抽到了2張的維爾哥。雖然呢，這裡在1/3抽的話，其實抽的並不是很好。這也是為什麼我有的時候在玩賭1費，然後我覺得經濟量還行的一個狀況下，我是會去開巴德的。OK， 那這邊比較尷尬的是呢，這個巴德會上不了，不過沒關係，等一下升等的時候就能上了。上巴德的話，就是你有時候會讓節奏，不過我自己體感實測下來，好不好？我以我自己的這個經驗下來，我先說我不懂這個設計師他的巴德經驗，就是他的這個設計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機制，然後很多的高端也說，就是設計師是不願意去透露這個機制，但我保底感覺下來，巴德至少會發1張你場上的角色牌，就你至少可以去獲得1張的維爾哥。那我們稍微停一下，再回頭講這個靈魂數量的部分。就是它的機制呢，並不是說擊殺1隻角色就會掉1個靈魂數，它這個靈魂數量呢是隨機掉落的。可能你們現在聽起來很扯，但我自己去一般場實測，然後還有在打這一場的時候呢，我就叫他看一下那個靈魂的數量，然後我就邊計算那個靈魂的數量，就發現不對，這個靈魂數量就完全對不起來。所以前期比較好的一個狀態還是就是多能換幾隻怪就多換幾隻怪。然後這邊是這的增幅投資 plus， 我覺得
有點太拖節奏了，因為我們得在3至5的時候大抽，然後去把威爾哥抽到3星，然後堅守前線的話太少的後排角色，我們這是一個鬥士陣，不可能去拿3的，所以就只能去選下一個 buff 2個 buff。雖然說這個使用的時機點也會是比較差的，這套是一個節奏陣容，所以你越早能夠3星打出優勢，然後就越能夠去苟進前4名。總之，大家在玩盧口陣的時候，比較重視的應該要是以遊戲的節奏為核心，而不是想說，我一定要去把這個經濟最大化，然後去扣這個什麼5費2星的上限。所以像這裡的話，你看刷到一張威爾哥的話，我就跟他說，你等一下刷到一張，你就直接捏了。好啦，這邊5之5的時候呢，遇到了綠茶哥來送好麻吉下去。OK， 他已經2星的元寶哇，2星的元寶其實就沒機會了不過這邊泰坦疊起來了，免控可以竟然處理掉了這一隻的元寶，而且這邊送來星勾得很好，關鍵一勾到了色拉芬。誰說我們輔助亂打，勾得真好啊，這 Q 很準。這邊是怎麼打贏綠茶的啊？其實我覺得就是要從軟側切啊，就如果你發現這個你看這邊如果從蠍子切，一定是輸的，包輸，好吧。然後大家記得2皮要去拿爆破武裝，2皮如果能夠開出來，然後去拿個爆破武裝的話，可以看到它的續航能力是非常高的。而且我們最後這裡4之2呢，還是拿了這個天賜聖典，所以 OK 沒送茶哥下去，2滴血，他的5伊克斯。開場前回了2滴血，太關鍵了吧！玩得真好。然後這邊5之6的話，遇到女大學生，好，他呢是有神器的貝爾維斯，其實他這邊戰力也是完全拉滿的一個狀態，因為他也是拿這個打鐵鋪，然後加上美味甜點，其實他的戰力上限都是拉得很滿的。但大家可以發現一件事情，就是現在的9等非常的不好上了，就是你很常會卡在8等，然後是需要一直在8等去抽牌的狀況。那這種時候呢，你其實就會比較難吃雞一點。這也是有的時候你被迫去保分的一個選擇啊。哇，這個位置其實這個關卡了威爾哥的走位並不是特別好。但行嗎？有沒有辦法先去切那一隻艾希笨蛋？威爾哥你在幹嘛？但不知道為何怎麼贏了 ？OK， 因為5階段的後期呢，就是這個場地是那個達瑞文的場地，所以他會就是有玩家陣亡的時候，就會一直發錢給你，那在你8等一直瘋狂大抽的狀況下，你5階段後期或者說6階段的時候，還是有機會能夠去抽到5費2星的，是吧？那這一場呢，就是比較爽一點，有辦法去抽到個5費2拼出上限。OK， 最後跟茶哥的決戰，10等伊克斯塔爾怎麼打？太強了，不愧是茶哥，雙精英的實力就是如何。2星的，而且2星的元寶，哇，這個元寶的血量都還沒打一半，然後就倒了。OK。然後最後是收下第2，不過已經盡力了啦，盡力局。伊克斯玩得好就是長這樣，大家可以去茶哥的台學習一下。然後今天也有冠軍之路的比賽，不。